地面竟然波涛汹涌地动了起来，下方似乎一个庞大生物正在缓缓移动。小镇村民见状一片惊恐，都纷纷跑回家里，只有一头牛还在悠闲地吃嫩草。只见下一秒，一个深渊巨口破土而出，瞬间将其吞入腹中，接着又钻入地下没了动静。原来这头庞然大物是一头惯犯，平时会隔三差五的袭击牲畜，当然人也不放过。长期以来，小镇上的人日渐稀少，大部分幸存的人也都选择搬走。而今天阿伟带着小可爱刚好路过这里，在酒吧遇到一个身穿盔甲的男人，阿伟还庆幸终于找到族人，却不料下一秒，男人直接摘下头盔，露出了帅气的脸庞。这一看就是个冒牌货，因为曼达洛的禁令就是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样貌，不然就会被整个家族所不容。阿伟想到这里，还以为对方杀了自己的族人，所以迫不及待要送男人上西天。正在这时，地面突然剧烈震动，原来是怪物又来小镇寻找食物。看到这里，男人希望阿伟帮助铲除怪物，还说盔甲是用物品和贾瓦人所换，事成之后便可以交给你。阿伟听完后果断答应。接着两人骑着电驴前往怪物洞穴，在经过一片峡谷的时候，四周变得格外阴森，接着一群满嘴獠牙的恶狼挡住去路。就在这个玩命的时刻，阿伟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和对方沟通，接着恶狼就变成温顺的小狗。原来他们是本地土著人所养。在经过一番沟通后，他们打算加入消灭怪物的阵营。看来不铲除这个隐患，附近所有的居民都永无安宁之日。转眼间他们来到怪物洞穴，土人打算用一头老牛当作诱饵，却没想到自己丢掉了性命。怪物接着又退了回去。众人见状打算回小镇，用班萨牛运来炸药，将怪物炸得粉身碎骨。趁着巨蟒熟睡的功夫，众人开始在洞口忙碌起来，有的负责挖坑埋炸药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他们还架起庞大的弩箭。就这样，在1个多小时的忙碌下，一切工作准备就绪。大壮接过引爆炸药的开关，接下来将迎来激动人心的一刻。只见3个村民走上前，对着洞口大喊大叫。很快地面有了动静，巨蟒被吵醒，冲出洞穴。几人见状撒腿就跑，稍有不慎直接会被吃掉。四周的弩箭手见此场景，直接打出带有绳索的长矛。巨蟒似乎察觉到大事不妙，开始向洞里退去。一旁大壮想要按下炸弹遥控器，但被阿伟阻止，因为他们只有一次机会，眼下只有让村民向巨蟒投射手榴弹。就这样，在一波疯狂的操作下，巨蟒彻底被激怒，开始向人群冲来，还时不时吐口水。而巨蟒也成功进入定时炸弹的攻击范围，下一秒按下开关。巨蟒疼得不断发出刺耳的叫声，转眼现场又回归平静。所有人见状一脸懵逼，想要上前查看巨蟒领盒饭了没有，可下一秒这个庞然大物竟然爬上山顶，张嘴就开始吐口水。众人见状开始疯狂逃窜，顿时间死伤惨重。阿伟和大壮驾驶飞行背包靠近怪物，用枪疯狂攻击他的眼睛。很快怪物的注意力就被吸引过来，但眼下如何将其消灭？此时一旁全身炸弹的老牛吸引了他们的注意，大壮用一颗导弹再次将蟒蛇吸引，眼看冲了过来，阿伟赶紧将大壮送离战场，自己则被一口吞下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阿伟领盒饭的时候，地面再次剧烈震动。阿伟用电击枪全身而退，并且按下手中的遥控器。随着剧烈的爆炸声传来，其中还夹杂着刺耳的叫声。在一段挣扎过后，蟒蛇终于没了动静。接着众人将其开膛破肚，看来今后不缺肉吃了。小可爱也分到了一块。大壮在将盔甲归还后，两人后会有期。阿伟带着小可爱骑着电驴离开，却不料必经之路一伙强盗正在布置陷阱。在这片荒无人烟的沙漠上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营业，殊不知这样的做法会赔上小命。只见他们拉动缆绳，阿伟骑的电驴瞬间翻了车，如果再开快一点，应该能直接起飞。阿伟凭借飞行背包安全落地，还没喘息的机会，几个强盗上来发动了攻击。阿伟这边还能应付，关键一个彪形大汉正在逼近小可爱。阿伟想要开枪，却被对面用砍刀挡下。接着他们便开始了玩命的打斗。对面应该练过，阿伟1打2很难应对。只见彪形大汉正准备开火，阿伟找准机会，用绳索将枪拉过来，轻松拿下双杀。好一个队友送来的神助攻！当再次站起来的时候，彪形大汉抱着小可爱当人质。阿伟见状赶紧让对方冷静，只要不伤害孩子，旁边不远处的所有家当你可以随便拿。对方仔细打量一番，偏偏看上阿伟的飞行背包。当拿到后，彪形大汉开心的不知所措，但还没跑上几步，阿伟按下了手中的遥控器，对方直接飞上天空，旋转720度，摔得粉身碎骨。接着阿伟控制飞行背包回到自己身边，虽然强盗全部铲除了，但电驴已经损坏，现在只能将所有家当放肩上徒步前进。就这样一直走到傍晚，阿伟终于来到附近的小镇，眼看已经到了饭点，
拿出带回的蟒蛇肉，架起炭火烤的滋辣流油，打算饱餐一顿。正在这时，修理厂大妈走过来，给阿伟介绍了一只成精的青蛙，对方希望乘坐阿伟的飞船，因为阿伟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正是自己的星球。因为和大妈是老朋友，阿伟不好意思拒绝，只能搭载对方一同前往。却不料小可爱盯上了蛙卵，当阿伟发现的时候，小可爱正在大口躲移，跑上前赶紧阻止，说这是人家的孩子，以后不许再这样。可话音刚落，飞船警报声响起，原来是太空监狱的巡逻队。阿伟曾救过一名囚犯，对方显然是要将自己抓回去。阿伟直接一脚油门逃跑，身后2架战舰紧追不舍。他们一路来到附近的冰冻星球，在躲避对方的同时，飞船也掉进一个神秘的洞穴。当醒来后，机身已经破出一道大口子，而小可爱正在偷吃蛙卵，看上去应该很美味。青蛙女看到后心情很不好，在一旁泡起了温泉。小可爱走上前想要照看人家孩子，阿伟直接就是一顿训斥。受委屈的小可爱似乎嗅到了什么东西，走上前遍地都是怪卵，全然不知危险正在逼近。走上前剥开一个，直接大口的吃了起来。自带拉丝看上去应该很美味，却不料危险正在逼近。只见四周的怪卵逐渐动了起来，小可爱吓得赶紧跑回阿伟身边。然而就在一眨眼的功夫，四周的蜘蛛越聚越多，最终一个堪比哥斯拉的蜘蛛王闪亮登场。阿伟见这是玩命的节奏，赶紧叫上青蛙女拼命逃离。蜘蛛大军在后方一拥而上，因为刚才小可爱吃掉了他们的兄弟姐妹，现在必须让对方血债血偿。幸好蜘蛛王的体型过于庞大，不能进入狭窄的隧道，不然阿伟他们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。眼看后方无数蜘蛛就要追上来，危急时刻，青蛙女用出大招蛤蟆扑食，阿伟则抛出几颗定时炸弹，将蜘蛛王炸得不省人事。但危机并没有因此结束，在不知不觉间，他们已经被包围。阿伟用火焰直接就是一波烧烤，顿时现场香气扑鼻。但可惜出来的极没带孜然辣椒面，就这样一边跑一边打，终于来到飞船的位置。阿伟在最后负责掩护，源源不断的蜘蛛大军越战越勇，子弹眼看就要耗光，阿伟只能一路后退，爬向2楼。接着跑进驾驶室，打算关闭舱门。正在这个玩命的时刻，一个蜘蛛给小可爱挠起了痒痒。在一次烧烤过后，他们必须赶紧启动飞船撤离，眼看就要逃之夭夭。只见蜘蛛王从天而降，将飞船砸回地面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下一秒他们就得全部饮恨西北。突然，远处一股强大的火力打了过来。阿伟还一脸懵逼，难道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还有其余人？走出来一看，原来是之前追捕自己的2名狱警。对方声称阿伟虽然在太空监狱救过1名囚犯，但同时还帮他们抓住3名罪犯。2件事情算下来，就算是互不相欠。在对方走后，阿伟凭借多年的驾驶技术，让破败不堪的飞船成功升空。却不料他们要去的星球才是真正的地狱。阿伟开着破旧不堪的飞船来到这个海岸星球，刚降落，飞船就掉进大海。只见一个巨大无比的吊机将其放在海边，无奈阿伟只能掏出所有家当，找人给自己的飞船进行大修。接着在青蛙女丈夫的指引下，阿伟来到一所饭店。经过打听后，一个鱼头人声称自己见过曼达洛人，需要乘坐自己的渔船前去。殊不知这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，想要将阿伟饮恨，然后拿走曼达洛盔甲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3个曼达洛人从天而降。凭借开挂般的战斗力，对面全部饮恨西北。接着打开笼子，救下了奄奄一息的阿伟。得知小可爱刚被怪物吞下，其中1人直接扎进水里。随着下方传来几声枪响，小可爱成功被救了上来。幸好有蛋壳的保护，小可爱只是吓得有点懵逼。阿伟异常兴奋，因为庆幸找到了族人。可正在这时，对面3人同时摘下头盔，懵逼的阿伟更加懵逼，原来自己又遇到了冒牌货。女人否定了这样的说法，声称自己也属于曼达洛种族，而他们的不同便是能够摘下头盔。据最新情报，帝国残余势力正在蠢蠢欲动，打算将剩余的曼达洛人赶尽杀绝，所以他此次来的目的就是想和阿伟联手，抢在帝国之前劫取他们的一艘装满武器的飞船。但阿伟的任务是送小可爱去武士团，家族的存亡也不能不管。于是阿伟先将小可爱交给青蛙女一家照顾。看到眼前的一幕，小可爱恐怕又想大吃一顿。转眼阿伟4人已经凭借飞行背包追上飞船。在解决一波小弟后，他们成功进入内部，而此时警报声已经响起。机长异常淡定，只是命令关闭舱门，让手下风暴士兵解决。面对4个开挂的曼达洛人，
带头长官被吓得屁滚尿流，阿伟他们被关在了货舱控制区。对面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就被打开的舱门吸了出去。机长见状，打死2名驾驶员，控制飞船向地面飞去，想要和对方同归于尽。阿伟几人也察觉到异常，但眼下前往驾驶室的必经之路还有一群士兵，火力太猛，根本无法靠近。关键时刻，阿伟凭借坚硬的盔甲跑上前，扔出炸弹才全部解决。当来到驾驶室后，飞船即将扎进大海，来不及犹豫，他们赶紧硬拉操纵杆，最终有惊无险。在告别之后，阿伟接上小可爱，驾驶大修过的飞船，开始前往小可爱家族所在的星球。飞船在途中出现故障，由于空间狭窄，小可爱接手了这项重任。面对断裂的电线，自己差一点就被变成烧烤。无奈阿伟只能降落先修好飞船，刚好该星球就是第1季大战结束的位置。老板和翠花在这里混得顺风顺水，已经将这个千疮百孔的星球变得一片祥和。得知阿伟要来，2人异常高兴。了解情况后，老板立马安排几名工人维修飞船，接着他们一路来到之前的赏金工会。这里已经不再是交易场所，而是成了镇上的一所学校。老板将小可爱放在一个座位上，嘱咐他要认真听讲，然后又带阿伟见了一个老相识。对方正是阿伟在第1集中抓住的绿头怪，现在他也被老板收入麾下。随后老板告诉阿伟一个重要的事情，自从上次大战之后，帝国在该星球仍有残存的势力，正是地图上所显示的红色区域，这是一个古老的军事基地，所以老板想邀请阿伟一起前去摧毁。阿伟痛快答应，反正飞船正在维修，暂时也走不了。很快他们就一路狂飙赶到目的地。阿伟驾驶背包一飞冲天，将1名守卫丢下来，摔得粉身碎骨，同时打开大门。当来到上方汇合的时候，几名守卫全部饮恨黄泉。接着他们又来到控制室，在解决工作人员后，得知基地下方有一个火山，只要将上方的冷却剂排空，基地自然会全部被岩浆烧得渣都不剩。将设备一波操作后，预计基地还有10分钟就会彻底被毁。在慌乱中，几人看到震惊的一幕，一排排水箱中全是活体标本，这哪里是军事基地，分明就是一个丧心病狂的实验室。帝国之所以想要得到小可爱，应该是复制其中的超能力，经过实验成为他们杀戮的机器。正在这时，4周的部队赶来支援，双方直接进行了一波疯狂的火拼。在解决对方后，阿伟预感到大事不妙，所以他选择前去保护小可爱。而另外3人再次遭遇一群士兵，时间紧迫，他们必须想办法撤离。正在这时，翠花跑上旁边装甲车，带着2人冲出基地。几个士兵骑着电驴就追了上来，这驾驶技术实在有点不堪入目。老板调整炮筒位置，成功解决一个。剩下的2人见状，选择左右包抄，开始攻击驾驶室。翠花强行变道划过旁边山体，将其直接变成烧烤。最后一个气急败坏，爬上车顶想要安装定时炸弹，幸好老板调整炮筒及时发现。在化解眼下危机的同时，基地也发生爆炸，并且几架战斗机陆续升空，开始追着几人疯狂火力输出。危急时刻，阿伟驾驶飞船出现，在经过一波开挂般的操作后，对面被全部击落，但他们来不及高兴，因为帝国安排的奸细已经在阿伟飞船上安装了定位设备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可能都会在对方掌握之中。这个女人你可真惹不起，凭借手中的光剑削铁如泥，分分钟就能灭掉上万人的存在。然而她的悬赏金高达1个小目标，因此也有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想要抓住她，但最终一个都没成功，在不知不觉间就被送上了西天。接着女人来到城门口，告诉里面的人，1天后这里将变成鬼城。首领被吓得一脸懵逼。然而就这样一个恐怖的星球，毫不知情的阿伟来到这里，受到首领的热情迎接。对方希望阿伟帮他们铲除这名绝地武士，事成之后赐予眼前这根长枪作为答谢。阿伟并没有说话，只是经过对方指引，走入诡异的密林，拿起哈勃望远镜观察一下四周。没想到女人从天而降，阿伟被打得措手不及，还好有曼达洛盔甲。接着用火焰拉开距离，顺势扔出绳索将对方缠住。女人纵身一跃，反而将阿伟吊起来，轻松化解危机。阿伟连忙说出对方的名字，女人这才停止攻击，赶忙说旁边的小可爱也是绝地武士。女人顿时露出似曾相识的表情，并且利用家族的超能力互相进行了沟通。得知小可爱的名字原来叫格罗古，阿伟一脸懵逼，直接叫了一句 Grogu。接着女人说小可爱出生在家族的绝地圣殿，从小就受到皇室待遇，直到和帝国大战之际，在逃难中和家族走散。现在她一直没受到过训练，也就导致超能力在慢慢流失。第二天女人就对其进行了测试，先是将石头送到小可爱手中，但小可爱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，直接将石头丢到了地上。当阿伟拿出他最喜欢的圆球，
小可爱顿时吸走。看到眼前的一幕，女人很失望，因为小可爱已经对阿伟产生依赖，同时伴随着恐惧，这会葬送成为一名绝地武士的潜力，所以女人拒绝成为小可爱的导师。阿伟知道对方目的是铲除小镇几十名残存的帝国势力，从而解放城内的百姓。于是阿伟说：“我可以和你联手，不过事成之后你要带走小可爱，并且好好训练她。”女人犹豫了片刻，但还是答应下来。很快他们展开行动，女人纵身一跃跳上城楼，和对方一群小弟打了起来，轻轻松松用光剑挡下所有子弹。接着双倍暴击将警钟砍成2半。收到消息，城内士兵迅速集结完毕，上来就是一波突突。女人凭借骚气的走位应对自如，接下来就是将对方逐个击破。而另一边的阿伟找准机会，开始解决被困的百姓。关键时刻被对面发现，只见男人假装投降，结果下一秒，此时女人和首领打起来，最终将其饮恨，接着又将长枪送给阿伟。眼看到了离别之际，女人却拒绝之前约定收养小可爱，因为她读懂了对方的心思。小可爱并不想离开阿伟，接着又告诉阿伟前去不远处的遗迹星球，那里有一座古老的神殿，只要将它带到顶部，等待小可爱释放超能力，实力强大的绝地武士就会感应到，前来将小可爱带走。同样，阿伟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，却不料这样会迎来更大的危机。阿伟驾驶飞船来到这个遗迹星球，并且找到绝地圣殿的详细位置，但顶部空间有限，阿伟只能将飞船停靠在山下，然后带着小可爱前往圣殿顶部。这里有几根站立石柱包裹而成，像极了星战版的五指山，中间有一颗刻满符文的圆球。阿伟接着将小可爱放上去，等待他释放超能力，呼唤强大的绝地武士。可小可爱似乎有点懵逼，还以为阿伟带他来这里看风景。正在此时，一架飞船从上方划过，阿伟意识到大事不妙，所以想带着小可爱赶紧离开。可就在一转眼的功夫，小可爱已经释放了超能力，只见被一个无形的光墙围在其中。阿伟走上前，直接被打飞100米。接着阿伟爬起来呼唤小可爱停下来，可小可爱似乎没听见，完全没有反应。阿伟见状，只能前去拖住到来的敌人，没想到对方直接走上前，摘下帽子露出帅气的脸庞。阿伟站在原地一脸懵逼。光头说是来要回属于自己的曼达洛盔甲，自从在沙漠和当地村民击杀巨兽的时候，就一直在背后跟踪你。此时阿伟心里暗自窃喜，只要不是伤害小可爱，一切都好办。正在两人僵持之际，光头又亮出底牌，自己还带了一名狙击手。于是他们都抱着能吵吵就别动手的态度，互相都放下武器。只见下一秒，懵逼的阿伟更加懵逼，眼前狙击手正是之前被同伴在沙漠中饮恨的女人。原来在咽气之前被光头救下，现在已经成为对方的手下。眼看阿伟并没有交出盔甲的意思，于是光头提出一个建议：我们一起保护小可爱的安全，事成之后你将盔甲交给我。话音刚落，一艘帝国战舰出现，接着降落在山脚下。他们定是奔着小可爱而来。事到如今，阿伟没有选择，只能答应交易，让两人先拖住敌人，然后自己跑上山顶。可无形的光墙依然将小可爱包裹其中，强行走上前，再次被弹飞。下方两人已经和帝国士兵打了起来，面对绝对的数量优势，他们决定打一场游击战。光头拿出近战武器，挥舞起来，打得对面毫无还手之力。这一棒20年的功夫，谁能顶得住？而女人这边秀操作，疯狂闪狙，对面气得咬牙切齿，先是用大炮，然后又搬来重机枪。看到这一幕，女人根据导演的要求，开始顺着山顶跑。对面虽然一波操作猛碌，但始终对着下方疯狂瞄边。女人一看给你机会也不中用，索性又躲了起来。面对小钢炮的轰炸，旁边岩石似乎马上就要滚落。女人见状，用出洪荒之力，将石头直接推了下去。幸存的几人还想冲，直接被光头在后方3两招送上西天。但他们还没来得及高兴，第2艘帝国战舰出现，看来今天要打一个持久战。此时被能量击晕的阿伟也醒过来，并且第一时间加入战场。凭借一身坚硬的盔甲，简直就是战场上肉盾般的存在。眼看围上来的士兵越来越多，突然几颗定时炸弹从天而降，顿时让对面领了一波核反。原来是光头穿上了曼达洛盔甲，瞬间就像开了挂一样，打得一群小弟屁滚尿流。幸存的人跑回飞船，迅速开始撤退，却不料这才是噩梦的开始。
只见一颗更大的追踪导弹从天而降，直接将阿伟的飞船炸成废铁。看到这一幕，三人不知所措。光头一飞冲天前去查看情况，在朦胧中，阿伟用紫外线看到一艘帝国巡洋舰，里面至少有一位将军亲临现场。看来帝国要抓到小可爱也是花了血本。此时小可爱已经完成对同族的召唤，虚弱昏睡在原地。阿伟下意识赶紧前去保护他，而帝国巡洋舰里的这位将军，正是和阿伟在第1季最后一集中对战的大反派。原来当时战斗机被击落后，他并没有领盒饭，现在卷土重来。只见他命令4个红眼机器人直奔小可爱飞去。阿伟抬头一看，这回8成要完犊子。仅仅在转眼的功夫，红眼机器人便到达战场，整齐地将小可爱围在其中。阿伟两人还在马不停蹄向上赶。就在这个紧张到窒息的时刻，虚弱的小可爱醒了过来，看到眼前的场景一脸懵逼，还没反应过来便被直接抓住。在阿伟赶到的同时，敌人飞上天空，两人在下方干着急，只能看着敌人渐渐消失在视野里。正在此时，驾驶飞船的光头追了上去，打算前去抢回小可爱。当看到空中的帝国巡洋舰，直接怂了。如果选择硬刚，只有死路一条，所以他决定返回从长计议。在敌人走后，阿伟在飞船被炸毁的位置异常失落，看着烧焦的残骸，阿伟将一个铁球捡起来，因为这一直是小可爱最喜欢的玩具。经历了这么多，他早就将小可爱当成最至亲的存在，但眼下他又有什么资本和帝国对抗？好在另外两人都很仗义，他们决定帮助阿伟救回小可爱，就当是旅行之前的交易。而帝国巡洋舰这边，只见将军身穿披风，迈着骚气的步伐前去查看小可爱。打开门，顿时一脸懵逼，小可爱正在用超能力对着2名士兵发泄自己的情绪。最终能量耗尽，将军走上来就是一波嘲讽，然后拿出40米大砍刀，不断言语恐吓，命令手下将其打晕，铐起来等待接下来的实验。阿伟和光头匆忙来到翠花所在的星球，因为对方现在已经是一名监狱长，手下管着无数罪犯。在翠花的帮助下，阿伟找到正在做苦力的描边大师，因为他曾是一名帝国士兵，熟悉内部的信息网络，因此阿伟希望能通过对方定位小可爱所在的巡洋舰坐标，方便接下来的营救。事成之后便可以还他自由。描边大师听完后果断答应，因为他早就受够在劳改所做苦力。接着他们驾驶飞船开始前往一所帝国兵工厂，里面有一台信号捕捉器，可以获取巡洋舰具体坐标。想着里面有一些兵力，他们打算用最保险的方法劫取一辆途中的运输卡车，换上对应工作服混进去，却不料路上又遇到新的麻烦。突然发现一群劫匪想要爬上车，这是想上天的节奏，于是拿出手枪进入战斗模式，但还是有一人爬上车顶，想要将所有的易燃物品炸毁。还好阿伟及时将其击毙。随着剧烈的爆炸声传来，本以为危机就此结束，但还没给两人喘息的机会，不依不饶的劫匪又追了上来。如果不看原声，还以为他们说的是交出唐僧肉，无奈阿伟只能迎战。但关键时刻子弹耗尽，开始徒手和对方展开搏斗。先是将一人从车头扔下去，让其免费体验被轮胎碾压的快感，却不料第二个不讲武德搞偷袭，将阿伟盔甲直接打碎。眼下只有好人做到底，成全他和自己的同伴团聚。接着捡起长矛扔出，拿下3杀。阿伟不想和对方僵持下去，所以让光头加快速度。追击的劫匪看上去更加兴奋。阿伟经过前2轮打斗，体力已经消耗大半，最终被对方按在地上摩擦。眼看定时炸弹已经安装完毕，他们丧心病狂地开始撤退。阿伟找准机会，将2人先后饮恨，然后取下炸弹还给对方。眼看马上就要到达兵工厂，可劫匪依然不肯放弃。这次他们索性都拿起炸弹，这是要同归于尽的节奏。千钧一发之际，2架战斗机出现，凶猛的火力瞬间让大部分劫匪葬身火海。幸存的几人依然勇往直前。话说这些劫匪为何如此疯狂，不惜一切代价千里送人头？导演并没有给出对应的解释。幸运的是，阿伟2人终于混入内部，并且受到所有士兵的热情迎接。接着他们成功在餐厅内找到定位设备，但描边大师说自己不能进去，因为里面有一个熟悉的长官，自己曾是对方的手下。无奈阿伟只能独自前去，但仪器必须对脸部进行扫描。阿伟果断违背家族的禁令，摘下头盔。但是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小可爱在他心中的地位。在扫描后，阿伟成功拿到巡洋舰坐标信息。可正在此时，一旁的长官走上前来询问阿伟的番号编码，这可把阿伟整个一脸懵逼，眼看就要暴露。门外的描边大师赶紧走上前，熟练说出2人的番号，化解危机。在经过一波忽悠后，长官一心想要请他们喝一杯，但小可爱还等着他们去营救，不能耽搁太长时间，索性直接将义乌人全部送上西天。
声音很快吸引来门外的士兵，接着从窗户逃离。翠花两人用狙击枪在外围掩护，光头则驾驶飞船在顶部接应。虽然整个过程异常凶险，但还好他们最终成功逃离。最后，苗边大师用狙击枪打爆运输卡车，让现场化为一片火海。2架战斗机紧随其后，只见光头打出一颗炸弹，瞬间解决战斗。爆炸所形成的烟花相当美丽。随后，阿伟也履行承诺，给苗边大师自由。接着用拿到的坐标给巡洋舰内部发去消息：你们如果敢动小可爱一点指甲盖，导演的剧本恐怕都要更改。接下来老师等待我去找你们喝一杯。阿伟几人根据定位坐标，在救出小可爱的路上，发现了最新战况。前方一艘飞船里面有一位帝国博士，对方正是将小可爱做实验的负责人。于是他们用电击炮一波轰炸，让对方飞船上的无线电暂时瘫痪，然后强行登机将对方控制。在博士的口中得知，巡洋舰内部存有大量兵力，你们几个人前去只能千里送人头。无奈阿伟和光头来到一个星球，找到同为曼达洛种族的花姐帮忙。刚见面，两人就和光头互看不顺眼，以至于直接打了起来。当得知要对付帝国残余势力，双方果断冷静下来。要知道他们在完成任务的同时，还能够得到一艘巡洋舰，里面各种先进武器一应俱全，说白了就是现实中的航空母舰。这样他们就能夺回属于曼达洛种族的母星。如此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他们立马对巡洋舰内部做了详细的分析。在博士的口中得知，内部充足的兵力并不是最大的威胁，关键还有一个排的武装机器人，这些家伙才是最难缠的存在。他们被分配在货舱区。得知这些信息以后，众人打算兵分两路。首先在进入巡洋舰视野范围内后，他们需要演一场戏，假装博士搭载的飞船正在遭到敌人攻击，这样内部就会派出战斗机前来支援，然后找准机会冲进去，一波操作天衣无缝。就这样，里面的人还没反应过来，花姐4人率先便展开屠杀。察觉到大事不妙的将军脸瞬间拉胯，命令启动红眼机器人，将他们撕成碎片。4人配合天衣无缝，一路将士兵疯狂碾压。阿伟则从后方开始寻找小可爱。此时，所有红眼机器人已经进入战斗模式，开始打开舱门向外走来。阿伟走上前赶紧关闭，可机器人力大无穷，用手臂硬生生将加厚大铁门掰开。阿伟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一拳打飞100米了。手枪打上去毫无效果，就像挠痒痒一样。接着便抓起阿伟，掐住脖子开始猛砸。这一拳30年的功夫谁能顶得住？但阿伟凭借主角光环和盔甲的加持，硬生生吃了10几拳。而被困住的机器人正在疯狂地击打铁门。危急时刻，阿伟喷出火焰，虽然没给对方造成明显伤害，但被甩飞赢得了喘息的机会。眼看要速战速决，用长枪刺入对方脖子，这才将其饮恨领了盒饭。接着又打开舱门，将剩下的机器人全部吸出去。要知道这可是几10个小目标，而花姐几人已经打入总控制室。阿伟也成功找到小可爱，将军拿着砍刀就在旁边，看样已经等候多时。一旁的阿伟迫于担心小可爱的安危，所以只能放下武器。将军说自己手中可不是一把普通的剑，他可是曼达洛种族权力的象征，拥有他就可以继承王位。难道你不想要吗？阿伟表示自己没兴趣，只想要回小可爱。将军听完后竟然答应，因为他已经得到小可爱的血液，满足了做实验的需求。但阿伟必须带着他马上离开。从此以后，双方的恩怨一笔勾销，井水不犯河水。阿伟小心地走上前，却不料老头子不讲武德，从背后突然发起攻击。阿伟凭借一身盔甲硬抗下来，接着在走廊拿出背后的长枪开始大战。这把砍刀自身携带上1000度高温，毫不留神便会成为烧烤。危急时刻用手臂挡下一击，顺势将老头砍刀打掉。但阿伟并没有将其饮恨，而是按照之前的约定交给花姐处理。接着他们来到控制室会合，将军开始挑拨离间，说花姐现在可以杀掉阿伟，抢过来砍刀继承曼达洛王位，不然你就是王位的冒充者。阿伟主动投降，说自己只在乎小可爱，其余的你拿走就好了。正在此时，警报声响起，原来是之前的红眼机器人又飞了回来，整齐地向控制室走来。将军看到此刻，感觉自己又行了，说一个就够你们对付，我看你们怎样对付一个牌。看来不能硬刚，他们索性关闭舱门，只见机器人对着铁门一拳拳砸下去，整个巡洋舰都为之颤抖。面对这样恐怖的破坏力，所有人领盒饭只是迟早的事情。正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一艘飞船进入内部，小可爱似乎也察觉到异常，外面的机器人也停止了攻击，所有人一脸懵逼。接着在监控中出现一个身穿黑袍的神秘人，只见他手持光剑，砍在机器人身上就像切豆腐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位绝地武士，代表宇宙天花板战力的存在。
轻轻松松挡下所有子弹，犹如杀神降临。将军眼看大势已去，想要做最后的挣扎，幸好阿伟及时挡在小可爱前面。翠花走上前将其打晕，此时绝地武士在小可爱的注视下已经进入电梯，仅剩的机器人立马调转方向，眼看大战一触即发，指挥室的所有人都异常期待。随着电梯缓缓打开，本剧的巅峰时刻就此来临。面对毫无破绽的剑法，几十台机器人瞬间变成废铁，然后打开舱门，潇洒走进来，收起武器，摘下帽子，露出帅气的脸庞。原来他是来接小可爱离开。阿伟恋恋不舍地抱起小可爱，并且主动摘下自己的头盔。面对这个一直保护自己的男人，小可爱将阿伟仔细刻在脑海。他们虽然没有共同的语言，但从一个简单的表情便可以证明一切。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小可爱需要同族的引导，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。等到那时，换做他来保护阿伟。看着小可爱的离去，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也不由湿润了眼眶，相信他们还会再次相遇。